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社市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你的标题我看了愤愤不平，为什么？是蓝白破局，柯文哲蓝白破局，他愤愤不平，是我们愤愤不平嘛？你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你对柯文哲昨天讲的话不太满意，对不对？上公那天专访你也是那个提问来宾，对不对？哦，提问记者，你怎么不在？2023那个11月15那天，6点前 OK。好，来，接下来为你邀请到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战略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你光说小平刚才迫不及待就告诉你什么样，谁愤愤不平，应该是你们愤愤不平吧？当然啦，对不对？我们总统都被搞掉，还怎样？好 ，OK， 哎，人家讲的是未来哦，蓝白合一路往下走，不要再像这一样小鼻子小眼的3%、6%在那边算这些。好，那在昨天，那我想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你看了包括柯文哲跟黄昌直播，柯文哲真的是满血复活大复出吗？而这个大复出的剧码。在整个内容当中，对未来的蓝白合会有什么影响？对国内政坛会有什么一些影响？这所有的一切，应该再换一个角度讲，对黄国昌又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呢？当真的太阳升起了以后，那未来整个民众党到底谁说了算？昨天很多来创下，这过程当中，他们两个人合体，好，你看到包括线上55000人，所有人今天盯着看，可是有很多人说这个剧码就是柯文哲要付出的，因为包括直播，黄国昌是连演讲都不让你直播的，对啊。可是柯文哲就是要直播，他就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这才是我的局。首先呢，理工男要先更正一个概念，天无二日是错的哦。哈勃望远镜告诉我们，太阳系才是独特的，比较少数的，大多数都是双星系统，都是天有二日。但是呢，如果那一颗半星不够强大的话，就会被主星不断的吸收，最后就会变成红海星，甚至变成的是一个巨星而已，巨型的行星。所以这就是昨天我看那个的感觉，看他们两个人说2颗太阳一起出来直播嘛，你会看到的是其实有很多人就问我说，看到柯文哲的气色这么好，神情这么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然后黄国昌谨小慎微，戒慎恐惧，言必称老大，就问说。然后看黄国昌的脸色看起来气色比较没那么红润，就问说到底在土城进修1年的是谁？所以他们两个人光形象上、气势上就完全被比掉了。然后被比掉之后呢，另外一个呢，柯文哲就告诉你阿北回来了，阿北又回来了，满血复活。你多久了？我们没有看到，除了当年的韩国瑜洗头。10万人在看直播之外，多久没看到5.5万人直播？而且抖内又恢复了，抖内里面呢，政治抖内让我们更为强大。黄国昌呢已经不敢直播，黄国昌骑脚踏车换他直播，我们稍微看到2800多。你怎么跟他比？所以其实现在很清楚，柯文哲和那个黄国昌，他们叫做一个名实相符的一场直播。名呢，你叫党主席。我因为整个状况，我现在不是党主席嘛。我现在是那个民众党的创办人，你看鸿海现在对创办人也常常不在嘛，对不对？创办人而已，但是股权我最大，实力我最大，所以昨天呢，黄国昌就是党主席的名，但是真正的民众党的实就在我这边，所以呢，后面呢开始表示关怀，说哎呀，国昌啊，你是卤煮啊，你骂你的都比骂郑丽文的多，又说郑丽文那个带给国民党很大的冲击。意思是什么？你们先前那2个双主席会不用讲了啦。你们蓝白合，你们2个都不是有实力的人啦。其实怎么样合，要不要合，烂3%、烂6%，不要再谈了。然后还要请缨到高雄去常驻，到南部去常驻，对不对？其实都在展现，只有我柯文哲才能够带着整个民众党这个新系统继续运转。那你国昌呢？你就是慢慢的你就知道，你就红海星。那黄国昌知不知道？应该也知道嘛。所以这么的恭恭谨谨，至少能够变成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行星，像木星一样。所以你会看到昨天这个场合里面呢，就是2018年投票那一晚，到了1点多的时候，其实柯文哲只差一点，阿北又回来了。OK， 阿北真的又回来了吗？当然，在昨天那场刚刚讲到，为什么柯文哲会笑谈说黄国昌是不是变卤煮啦这些？那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相关的片段。来，我最近
这交保这3个月，我还是会看一下网络，你知道，我越看越担心，你知道，说，我天哪嘛，你现在是卤煮卤煮，什么我转来转去，每一台都在，奇怪，这不是每一台都在骂我，还是说每一台都在骂黄国昌？我发现他打郑丽文都没有打黄国昌用力。我们新的立委上来，毕竟还是新手了，所以还是要有人在立法院继续要担任教练的角色，这还是要。好大你放心哦，就是新的委员上来以后，礼拜2、礼拜5，我还是会陪他们开成儿会。我也知道。立法院本来相当复杂，也不是说进来马上可以上线，所以还是要有人可以带他们。我是自动请缨哦，我要去住在南部。对，等一下，我们把12月把12月的延时辩论先做完然后我跟你讲，我读那些都读得好烦哦，越读越生气的。我上太写了，不老讲啊，他是这样。他再写一写，都鬼扯一番，是人跑了升官去了。OK， 为什么柯文哲突然冒了一句要自动请缨？那为什么黄国昌接下来就马上要打断说没有，先把延迟辩论这些事情解决掉 ？OK， 那这中间埋下了什么样一些的伏笔？但是现在看起来，来上高，那刚才言谈之中，包括所有的内容，自动请缨到南部，有人说是要仿效当初还记得吗？黄信介元帅东征，然后直接打花莲，因为花莲东部。那个时候一直是民进党在过程当中就是一片荒漠嘛，所以那时候大家讲元帅东征这些，柯文哲是要直接展现叫元帅南征吗？就直接要到南部去，是民进党的本命区吗？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吗？那刚才讲到黄国昌是卤煮，上公，你真的很喜欢骂黄国昌吗？没事的话提他干嘛？是吗？对啊，没有事为什么要讨论到他？对啊，这一段时间黄国昌热啊，凯斯国际狗仔，然后到处演讲，要不要选这个新北啊？然后这个柯文哲提名的三芦地区的2024立委候选人李友仪退党，然后创党党员退党。台中中央委员江和树骂台北党迫害地方制度，有没有？如果没有那么多事，我们讲他干嘛？如果真的讲郑丽文那个时候，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吴石那件事。是吴石那件事，大家全部都在讨论的是郑丽文为什么要去秋季，为什么要去吴石呢？是，就如果没有这些事，谁会讨论这些呢？对呀，又带团去日本，去总裁办公室跟桌子合拍，什么又在讲什么选举的问题，日本选举的问题，台湾戒严等等，然后又搬到豪宅去什么？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干嘛要讨论他？他就出这么多事嘛。卤煮那个不是说柯文哲被禁检连刊12集，黄国昌是连刊5集，黄国昌不是也说要追吗？要追嘛。但是黄国昌忽视一件事，你的分量没有柯文哲这么重，所以慢慢追吧。其实你看这一场的时候，其实说一句比较难听一点的话，黄国昌就是柯文哲付出的垫脚石嘛，不是吗？你不觉得就是黄国昌就是垫脚石嘛？然后你就说，你看那一场，黄国昌也很笼络这个柯文哲，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希望2年条款解除啊？我在立法院通过说照条款，一直讲。然后话锋转一转，转到1.2兆的时候，你就看到柯文哲开始批评赖清德，说总统不是应该团结国家吗？他现在是分裂的最大主因，等等，一路就讲下去了啊，一路讲下去。当然，他说主动请缨去南部住哦，其实南部我们常说的嘛，北蓝那个蓝绿，然后中间是决战区嘛。你说去住南部，当然某种程度上要去挑战绿营嘛，因为你说台南啊、高雄啊、嘉义县啊、屏东啊，这长期以来都是绿营的强势天下嘛。所以他要去选这些地方啊，柯文哲。蔡壁如不是希望他去台南选市长吗？那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动这个念他有没有动这个念啊？你比如说当初
当初的黄信介主帅亲征花莲是选立委，立委那一次3人竞争的时候，其实开票结果他并没有当选，他并没有当选。那后面是因为作票风波，然后党政协调，直接是剥夺当选人的资格，由黄信介递补。所以那一次是党政协调的结果嘛，他就进入了立法院嘛。如果黄信介进入立法院，还有一个当初陈水扁当干事长，第一次实施重要会议未到者罚钱，第一个被罚的就叫黄信介。然后大家在点名的时候，黄信介不在议场，他在哪里？他在立法院2楼咖啡厅喝咖啡。那就是我黄信介借给陈水扁立威用的哈。所以你说柯文哲去南部，是不是有亲征的味道？还是要去透过2026年去挑战绿营的本命区？我觉得都可以做这样解读嘛。透过2026年去挑战绿营的本命区，我觉得都可以做这样解读嘛。那当然，某种程度上也回过来说一句话：我敢去黄国昌，你敢去吗？你放眼下去，不管是现任主席等等，看来可以去挑战还有魅力的人，那就只剩下那个柯文哲了嘛。所以这一场。其实我就说，不管陈佩琪的脸书从家庭生活话锋一转，谈司法、谈赖清德开始，然后从什么土城12讲说12月过后柯文哲的活动会增加等等，包括这一场，我都觉得是主观的认为啦，大家在帮柯文哲拉布幕嘛，歌剧啦、戏剧，我把布幕拉起来，就是要让。柯文哲开始出场演出，我觉得这一场里面的内容，无论是谈政治啦，无论是谈什么，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柯文哲提了一段话，明年2月1号很忙，黄国昌要选，还要带议员，那柯文哲这一句话意思，是要黄国昌选到底吗？是啊，而且说等到8、9月再跟李四川谈。不要我们去8、9月再谈。他说一直谈什么？黄国昌说3、1月，他要定到8、9月啊。你看那个黄国昌，黄国昌2月1号立委卸任，卸任完了以后，是不是会经常跑北检？我想偶尔会去啦，不要说经常啦，经常好像也不太是，偶尔要去北检嘛。然后2026年底主席任期到了嘛，然后柯文哲说要搬去南部，就告诉你说我要去南部挑战绿营的本命区，然后要黄国昌去选。那黄国昌如果去选，他年底的党主席改选，他还要选吗？他还要选吗？有人说柯文哲那时候党主席选总统代职参选了，对，没错，但是。柯文哲上面有老大吗？没有黄国昌上面有老大那两个情形完全不一样啊！就说太上皇叫你出征的时候，问题是你能活得回来吗？所以就如果打要看，如果真的出征要看你打得好漂不漂亮。对啊，然后你出征的过程，宋徽宗不行了，就叫宋钦宗。你出征的过程，你的党主席任期又快到了，你要不要展开选举党主席？这搞死李四川叫漂亮吗？哇！你现在这样搞下去，你说柯文哲是想要用黄国昌当最大筹码？就是说黄国昌去选，然后我蓝白谈判，他把黄国昌是不是把黄国昌当筹码在用，还是真的要黄国昌去选？
然后你在选举过程当中全面性的铺排，全面性的辅选，那就是我柯文哲来了，因为你要选新北啊，你把新北的议员带好啊，你不要随便乱跑啊，那变成他全省辅选，那造成这样的局势以后，那黄国昌出征以后，还真的回得来吗？尚公刚跟小平两个人讲的那个内容，那个立论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尚公讲的柯文哲是以民众党为主体性在看蓝白合。我的目的跟柯文哲大家讲，因为黄国昌已经讲了愿赌服输嘛，如果民调输了，他就也会尽最大能力辅选。但柯文哲的角度是，如果拉到8、9月，我当然就是尚公讲，会不会是拿黄国昌？你只是个筹码，那是我民众党在运筹帷幄。小平的立场是，蓝白合你要搞死李四川吗？对、弄到8、9月，那所以显然就是两个人立场不一样。小平是站在蓝白要合，你要以我蓝营的立场来看；柯文哲是站在民众党的角度。小平是，也就是说，当柯文哲从那个直播复出以后，蓝白合是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包括大家赶快把民调弄一弄，然后蓝营的人都出现，然后白营的人尽量来帮忙。对柯文哲的角度，像刚尚公讲的，就连黄国昌都可能不见得是我一个最大的筹码而已。我为什么都要以你的蓝营为主啊？而更不要讲那个什么小平的小眼儿，什么3%、6%啦，什么的，就不要再讨论了。是，来看这个哈，他这就破题嘛。这个阿贝说郑丽文对国民党是冲击，2026蓝白合别再玩把戏，意思说我们2024在玩把戏。你是证人。我是证人吗？那一天专访你不在吗？2023 11月15号那天是礼拜3，签完6点协议，当天下午在这，尚公也在。好，我这个前一阵接到那个大头的电话，那应该半年1年的啦。他说哪止他学长，我们都政治系的嘛，哪止6点协议啊？6点协议是白纸黑字签，口头有第7点协议啊，叫做他当副总统兼这个修宪。而修宪呢，蓝白两个党的方向是现在的叫做这个帝制，这就叫半总统制或双首长制，就台湾的选举的方法要改成往内阁制移动。当初是由柯文哲来主导这个，对，因为副总统修宪，你原处也修宪过，这很正常啦。就是都已经讲成这样了，你要反悔，那你是谁在玩把戏？我们要还历史一个公道，是我们玩把戏。你还是你玩把戏，你玩了把戏，让你身陷囹圄，你就进土城。今天他在想什么？他也官怕了。我跟你讲，国民党要颁奖状给我，为什么？请问现在民众党几趴？8%对不对？好，那他那个时候选369万票，他几趴？26。你认为跟8%的，你们如果现在都觉得千难万难的话，他都出这个标题了哈，开始修理我们主席了哈，我总要对我们主席护驾一下嘛。都说你不要搞什么玩意儿，2024你搞玩意儿，2026你还要再搞玩意儿。我觉得你讲话重点就是对主席要护驾。对，大家都听到了。OK， 好，那重点好，那今天你8%都这么难弄了，他是26%还得了？是我这个是你想办法把他拉下来的。我去告。阻止官商勾结，恢复土地正义，让他从26到8，我总有一丁点的功劳吧？对不对？是个正派的 KMT 的议员吧？是不是该不该鼓励我？来，掌声鼓励。抓弊案有分什么蓝绿白吗？你讲完了还要蓝白合吗？所以我跟你讲，蓝白合不是一厢情愿，蓝白合除了是诚意以外，也要有实力原则，不是吗？好，小平，你刚刚那句话是要提醒民众党，是要提醒柯文哲，你们现在实力不像当初2024，像你有300多万票那个时候了。这第一句，讲话也不要那么大声。第二句话来，实力原则他听懂了。我说阿北，郑丽文对国民党是冲击。他只是说现在蓝白合不要讲，他只是嘴巴好像说我跟你，他心里想说你是红统啦，我还想抢你们的那个经济蓝、知识蓝的票。那这过来以后我就变大了，我的官司就有保障了。实力原则，实力除了蓝白合能够攻城略地、夺取城池，更是保护自己官司的安全，不是吗？他人生就这2件事，你以为他怎样？然后满血复活谁？蔡壁如蔡壁如蔡壁如讲说去台南选。谢龙介也不见得不让，这边回头唱双簧，蔡壁如这个他们族谱又恢复的感情，那只讲说南部，他也要去南部去那边蹲点，有没有？
刚刚那个有播出来。你觉得他讲说要去南部那个也是剑指蓝白合，再告诉你们说不要以为南部只有你们的人，还有他蔡壁如讲这个话，他就打蛇随棍上，我到南部去嘛，我到南部嘞。蔡壁如是比较脑筋没他好，我到南部可以到高雄，还可以到台南的，那才厉害好不好？那两个不是皮皮叉，两个那个我们两个的市长候选人，所以他一切的东西哦，所以我就讲说。我这两个比起来，我是比较喜欢黄国昌，他比较老实嘛，比较他很难弄，你知道吗？柯文哲，你是两党主席派耶？不是，我们要跟他和。好，我们甚至也希望黄国昌不要选，就是有一个公平机制，就是黄国昌。请问你他这样弄是和还是帮助民进党？我问你，柯文哲这样做，结论，2020帮了谁？赖清德嘛。那2026这样搞。那你就是在帮苏巧慧嘛，对不对？好，黄国昌说到3月，大家做个民调了断，他输了就走了，对不对？好，那他说叫他搞到8、9月，对不起哦，登记日从8月31李四川到9月4号，你要让他错过登记是不是？他登记前一天再来这边专访一下，不是？你和要他没有真心要跟你和，不，我们还是要和，但汲取2024的教训。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叫安全半膜。就是2024为什么那么惨？因为和没成功就一败涂地，然后谁承受？侯友宜承受。我们要跟你和，但万一要2B 计划，好，然后就是没有合成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安全半膜把 KMT 保护好，受伤不要太重，不对吗？就是没有计划2024嘛，一股脑的和就会破局，然后全垮，然后赖清德当选。所以蓝白合不是嘴巴合，那叫充满了诚意跟建议以及政党利益，那是跟麻花一样纠举。今天黄国昌一定会被他派去选新北市长，而且你不准给我推，一直往下选，不准给我推，他也不敢推，你信不信？宜兰为什么陈婉慧的手笔？那为什么有李友仪？李友仪是科派的，然后谁帮他设计一个？没有泼妇骂街我李友仪哦，我没有把你黄国昌干死哦，那我就很委屈，我要修博士，那个柔性效果极大。你知道阿信的那种受难的讯息全部传播出来，在新北市，多厉害啊！还是强嘛，老柯还是比黄国昌强嘛。人家一步一步都有步骤、有思考的嘛。所以老 K 要和，但步步为营。居委员有感觉出来，柯文哲有像小平讲的这么厉害的算计这些吗？那如果这样一路下去的话，对你们来讲真的这么有利吗？蓝白合看起来，柯文哲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负面的变数会在这个地方，可是柯文哲前主席言必谈到赖清德总统，他昨天当然再讲一次，从1.25兆的特别预算直接拉出来说，全台湾分裂成这样子，然后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赖总统，所以赖清德才是卤主吧？我看什么事情大概都看到赖清德，所以柯文哲讲的楼主应该是赖清德吧。什么事情大概都看到赖清德，所以柯文哲讲的楼主应该是赖清德吧。对，第一个我觉得那个直播基本上就柯文哲对外一个宣示谁才是老大。确实了，黄国昌也叫他老大，毕恭毕敬都叫他老大，但在里面大概也透露出几个讯息这个对柯文哲最了解的当然是钟小平，我们小平。跟他讲的，我们也不敢反驳了。因为是他告诉对，今天他举发了4个案子，对，柯文哲4个案子，3个案子，每次都提醒。对，你说现在只办了1个，还有3个在等，还有3个，告发了4个。对，而且还有好几个案子在审理中嘛。所以今天柯文哲来，民众党被打成这么惨，这个钟小平当然是鞠躬绝尾，这你讲的，是不是？不过，钟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算是头脑清楚的，他看出这个蓝白合的一些的一些就这个什么后坐力啦，所以小平你的意思是反对蓝白合吗？我支持蓝白合，但万一不合，你要有B 计划，有招数 B 计划，对，所以他已经做了合不起来的准备，所以这个头脑很清楚佩服，合没那么容易，政治现实面。政党只有并吞了，没有合作的，
亲民党现在在哪里？亲民党跟国民党合作就合不起来。宋楚瑜被连宋并掉了，连宋一起选，就是亲民党要被并吞嘛。但柯文哲昨天嘛，柯文哲这个直播还有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除了确定民众党是他的，黄国昌只能靠边站啊。那黄国昌也甘于了，也甘于当小弟了。他大概没什么路了，因为柯文哲有讲到一点嘛，就是现在新的立委上来怎么样？那表示2年条款是确定实施，所以我上次节目就说2年条款一定，要不然我讲的是保证啊，而且他讲一句话，你们有没有注意听？如果他是科瑞的神射手，我说黄国昌，他说不是什么，你是教练要指导那些新手，教练是不能上场的，你不是明星球员，不是先发球员哦。只有2年条款确定实施，才证明柯文哲才是老大。对啊。那他说新的立委上来，黄国昌要去当教练，我不知道这个教练能当多久。你的新的党团成立就有新的总召啊，党团自主运作啊。那黄国昌看起来，柯文哲跟他讲的意思大概你没什么政治路了，你接下来就是要去选举。新北，那会不会选到底？我觉得不一定啊。黄国昌可能也是柯文哲，就是民众党跟国民党要讨价还价一个筹码。就如果你没有答应民众党的什么条件，那黄国昌就一定会摆一副好像非选不可的样子。这本来就是政治上一个谈判的技术了。对，那另外柯文哲讲到的我刚才讲了几个故事了这个黄国昌讲一个什么赖清德的反渗透法。各位有看到这个，黄国昌有在骂嘛？其实大家要知道这个反渗透法当年2019年在立法院讨论的时候，主张最强力要通过反渗透法是当时的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而且时代力量版本的反渗透法，它的名称就叫做反境外敌对势力渗透法。所以境外敌对势力不是赖清德定义的这个是法律规范的一个名词。而且当时黄国昌主张这个就是针对中国嘛，因为那时候发生香港事件，只是那时候的黄国昌跟现在的黄国昌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是黄国昌的变来变去的但是他现在变成柯文哲的就是柯文哲旁边，他希望担任大弟子这个角色。但你要知道这个执行长的角色就代表董事长是随时可以换人，当然，随时就可以把他换掉了。但黄国昌现在至少唯一对柯文哲来讲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他是民进党目前比较可以上得了台面，跟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的一个像是一个代表。黄国昌不管在哪个县市选，那国民党都不得不因为他摆出一副就是我如果选到底，那就对啊，那国民党就惨。所以钟小平的意思大概也是，他也同意国民党这个方式嘛。只是这种火车对撞会不会产生效果？你要足够大的威胁力才会有效果。他本来开没吵。那看起来这一届的民众党8席立委里面，也唯一只有黄国昌稍微具有威胁性。所以目前为止，用这个角度看，那黄国昌对柯文哲还多少有一些利用价值，还有一些多少这样的利用价值，他们短时间还不会完全的柯文哲不会完全的不用他了。当这个谈判结论定了以后就不一定了，就不一定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下一个8席的民众党立委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国会领袖，就民众党的领袖，这个没人知道嘛，到时候那当然就没你黄国昌了。不过昨天那个直播还有一个重点，可能我们大家不知道，是黄国昌邀柯文哲来，还是柯文哲说我要来跟你直播？这个主动权这个差很多了。我认为如果黄国昌是尽量不要跟柯文哲直播，因为大哥小弟就很清楚。而且黄国昌最近刚讲，包括到动物演讲也不直播，但是柯文哲是很喜欢直播。看起来这个如果一定要求直播，应该是柯文哲会要求要直播吧？他连法院辩论题都要直播。对啊，所以他一定是很想要直播要不然你们哪里看得到谁才是老大？对不对？是要靠这立威吗？不是。你看柯文哲那个表现有没有？他已经只要柯文哲讲什么，他都尽量笑得很谄媚。动不动就老大，这个大概
我认为也是柯文哲，如果主动权是柯文哲要求直播，大概也是柯文哲希望让外界看到的。OK， 这个过程当中，这一场直播，那透露出了多少？包括在民众党那内部，然后包括谁到底是民众党真正能够带领的一路往上，包括蓝白合的未来，因为这跟国内政坛未来2026、2028都会有相当关键性。都好，刚才小平特别在乎的是，当柯文哲直接说郑丽文对国民党是冲击，你已经讲到跟你友好的一个政党的主席，而且才刚经过正黄会，你说他是一个冲击，小平的解读是，那接下来知识蓝经济还会被他拿走，而且还有多少诚意？他对我们的主席都不尊重，有多少诚意要和？这个已经因为这个字里行间，等于柯文哲也对于郑丽文在从11月1号当选以来出现的，包括你说在秋季的那一场，包括中间讲的什么中国人，很多类似这些。是代表他是有意见吗？还是他是要用这个来抢国民党的票？柯文哲本来就这样子，而且大家只看郑丽文，他还把另外一个人给盖火锅了。卢秀燕。卢秀燕昨天在联合报头版头，就是第4次政党轮替，还有人在谈这题吗？没有啦，直接盖火锅。而且卢秀燕是很久没有在包括媒体专访，回头质问之后，他就已经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了。昨天是直接盖火锅，不是盖郑丽文还不是哦。昨天这整个场直播第一个关键战争就是黄国昌叫老大嘛，那就告诉你老大是谁嘛，这第一个嘛。然后呢，那柯文哲也很懂嘛，要满足小草嘛，不是小葱啊，因为台湾民众党现在处境不算好啊，冬天很冷嘛，2个太阳才不会过嘛？这个他原来支持者是听得懂的很容易听得懂，都不用解释。第3个，他去台南，你以为要选不用啊？他到南部去，要选不选都不重要，为什么？国民党在南部没有投啊，柯文哲只要随便做一个动作，把户籍放到那边去，或者常驻南部，台南或高雄都可以，所有非绿的人。或者不喜欢民进党的人，自动靠拢，自动靠拢。不要想他是不是要选，以昨天的那个直播的那个声势，直接选总统啦，哪那么麻烦？卢秀燕有办法有5.5万的人上线吗？谁有办法？如果用直播可以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柯文哲第1名啊，不要开玩笑好不好？还好是民调决定，不是直播决定。民调是投票决定，那民调等于投票的一个测验。OK， 民调他也不理你啊。那整个状况就告诉你，第一个确定老大是谁嘛。那一场那个整个过程就是平常黄国昌去跟柯文哲报告的事情，演一次，表现一次给所有的小草看，把原来的盘巩固下来，因为。台湾民众党最近在往下掉，这个掉不是真的掉，这个掉就是黄国昌这2个月下来，让一些小草不想表态。我不会认为说他低于10哈，但是你看到数字会低于10，就是我不想表态嘛。就黄国昌最近没有什么事情让人家骄傲的嘛，或者我讲我是支持台湾民众党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还蛮骄傲的。民调上的表态是因为我觉得我表态我不丢脸。黄国昌最大的问题也不是说大家谈论他这1个月啊。是那200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啦？只有那200万有法律风险，其他都不是，其他都是道德问题、政治问题。你说台亚国际那200万，对那个那200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这个才是关键。那个如果形成对价关系，那对不起，那你就真的是土城。立法委员拿职权出来换200万，你不要开玩笑，不管你的资讯是有道理没道理。柯文哲的问题是在于3月底宣判的时候，到底是这个违背职务或者不违背职务，还是图利，还是他可以拿到无罪？他如果拿到无罪，直接宣布2028，都不用理卢秀燕。昨天火力示范一次，就把卢秀燕干掉了。照道理，昨天卢秀燕出来，卢秀燕这个第4次政党轮替可以谈几天嘛？可是告诉你。卢秀燕不够重。照道理，昨天卢秀燕出来，卢秀燕这个第4次政党轮替可以谈几天嘛？可是告诉你，
卢秀燕不够重，就告诉你卢秀燕不够重，有重量的是谁？赖清德的对手是柯文哲，没有那么复杂，郑丽文事情谁都看得懂啊，当然造成冲击，讲冲击已经客气了，讲冲击的意思是还顾及到国民党的面子，因为他是新上任的党主席。那问题来了，就是你相信你国民党人自己信不信嘛？哈，比如说他们期待郑丽文会改变。那你就继续期待啊，但是选民不会等你啊。现在是因为刚好遇到没有投票哦，刚好明年是县市长投票哦，县市长投票的时候，郑丽文不会是候选人，但他是党主席，他是一颗未爆弹，所以国民党会有麻烦。自己黄国昌叫老大，对不对？整个确立黄国昌是一个棋子，下棋的人是柯文哲。对于赖清德是如此，对于现在国民党就不晓得到底是应该以卢秀燕为主，还是以郑丽文为主。朱立伦，因为古立人是找了朱立伦。好啦，不要讲冷笑话，和中有日，这个不是冷暴力，这叫冷笑话，好不好？收下，不要闹，不要闹，好不好？国民党现在问题是说，你到底要以谁为主？形式上负有这个权利的人叫郑丽文，那国民党的下一。可是真正有实质影响力的是谁？真的是卢秀燕吗？等一下我们还会谈到韩国瑜。卢根涵呐，就卢根涵嘛。卢根涵也要有一个人是决定事情的啦，你不能两个人在那边用猜拳的。卢根涵再加上一个郑丽文，三角关系更麻烦。如果你们国民党先是要3个人决定事情的话，这权力分配就是三角关系啊。但那你就更麻烦。我讲的是事实，不对，我就跟你讲，你会更麻烦。忽略主席啊。刚才东豪是这样，本来大家讲那场直播是黄昌看起来变成棋子，柯文哲是下棋的人，他才是真正的老大，他是棋手。可是，在东豪的解读里面，东豪我不知道，如果有解读错误，你可以指正。在东豪的解读里面，不是昨天那场直播，非绿阵营的真正的领袖拉出来就是一个柯文哲。蓝营也没有人能因其风啊，蓝营有谁能够声势超过他？没有啊。现在变成他又回到了非绿阵营的最主要的那个扛把子的角色，然后不是黄国昌被干掉，是连你们的韩国瑜、卢秀燕所有人都被干掉。2020年那一次从疫情开始，柯文哲显然已经是非绿阵营的第一把手，因为包括直指蔡英文，然后就都变这样。小平原来不是把黄国昌给干掉，是把你们的人都干掉。应该这样讲，他是非绿阵营声量最大的，就反赖，姑且称为反赖第一品牌。谁？我不要，他是空军总司令。我同意，你讲这个我同意。但打仗只有空军吗？反赖的第一品牌是不是把他的票盯到极大？就开了26%嘛。我就回到选举做印证。可是我政治是看门道，投票也是看门道。当初如果不是推侯友宜嘞，推的是韩国瑜，选第2次被你们笑死了吧？2020在2024再选一次，他至少比小平，我讲对不起，比侯友宜多70万票，我不能说赢。赖清德，我同意，你同不同意？可是我要补一句话，跑去70万给小平，我要补的一句话不是说韩国瑜不行，韩国瑜还没直播，没有人知道他会不会打破。对啊，那我讲的是为什么？千金难买早知道，韩国瑜自己把他的第1次太早用掉了。这个我同意。你知道第1次的能量是最好的你很少看到第2次的能量要比第1次好。第一次好，但第1次当然最珍贵。我再拉回来，你们这样叫我怎么播这一段？我再拉回来哈。那你今天就要派谁可以压制？我跟你压制柯文哲，对吧？韩国瑜啊，你们谁？韩国瑜叫卢秀燕啦，韩国瑜的韩粉，卢秀燕的中间票，请问你啦？今天南部的2个，高雄、台南2个，这个谢龙介跟柯志恩，他们民调一定会输韩国瑜在台南，好不好？跟高雄 ，OK， 跟输卢秀燕，对吧？或全国声望，大家会同意吧？这个是基本常识。你信不信把这个谢龙介、这个柯文哲跟林俊宪放在一起比民调，柯文哲第3名，就是他的党太窄嘛，不能用声量就把国民党所有的陆军都抹灭，我们没有那么小，就是我们也没那么大，但我没这么弱。今天柯文哲我这样讲，柯文哲跟林俊宪跟陈迪飞在台南，或柯文哲要跑去跟到高雄跟赖瑞荣他们选，
好，我退一万步啊，这我觉得我自己的意思跟郑主席无关，我就让你选，其他你都让，干没赢啊？小平，你误解我，比国民党单独选票还少。你看到了李四川跟那个什么那黄国昌的民调，因为这个白的属性哦。不，小平，你误解我刚才的意思啊。我讲柯文哲，我又要讲哦，不要想象他是要去下去选举，因为他如果下去选，比如说不管是陈其迈或者林俊宪，他输掉他就输掉永远了。他不会干这种事情。对，我同意。好，可是他搅和，但是不是，你没听懂我刚才意思？因为他是空军，国民党只有陆军。所有的陆军都希望有空军的掩护，加强我的力道，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空军，所以当他到了南部的时候，在台南、高雄的时候，所有非绿的人或者跟民进党不对盘的人，都会去找这个空军。我补充一句就好了，不是他要下去选，他带来声量这是好处，但是他无形中难料。我相信他3月底会被判重罪。你要赌他这个就对了，一定重罪的话，我这样讲，台湾还是理性，还是有选民。你看，我们选民是怎么样？经济蓝、知识蓝，中间选民，经济率、知识率这一块才是决定选台南、高雄的要害哦。今天你今天他来了，带了什么票来？白基本如果柯文哲没选，是会投给我们这2个候选人，但他可能也带来了，因为判刑他来而少掉的选票，这不可不慎，一正一负，这个要认真去评估。这要补什么？我觉得政党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领袖，对，民进党领袖就是赖清德，民众党就是柯 P 嘛，那国民党现在是谁？对，不确定。这个是国民党的问题。小平一定说卢秀燕哦。卢家涵啊，家政卢秀燕，因为3个，现在3个，这3个要精诚团结，构成领导班子，领导班子，集体领导，对，3个太阳，3个，反正你的看法，但我的看法是郑丽文嘛，所以，因为他的党主席没错，所以就是我讲的，卢秀燕最大的政治的败笔就是没有选党主席，其实这个国民党主席是卢秀燕，他在国民党内就定于一准，要知道你要选总统不能不选党主席，对，所以我当时我在节目一直讲，我搞不懂卢秀燕为什么不选党主席。如果卢秀燕要选，今天就不会有一个让国民党提心吊胆的郑丽文，对不对？所以卢秀燕坦白讲，这个对国民党是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因为你不敢承担嘛，那这种人未来怎么当政党领袖，怎么去进一步选总统？那你不要看民众党柯文哲讲过了，他说他今天没有倒是因为还有些人支持他，对啊，确实嘛，这个柯 P 当然没有以前那么多啦，但他的小草一定是比黄国昌强，至少柯文哲出来以后，他没有做什么，他就一场直播就等于让大家都围拢点点，他之前还没有现身以前，他就用一个2年条款一定会实施，确认他是老大嘛。那昨天在经过现场直播让大家看到黄国昌的那个态度黄国昌就蹲在旁边，没有，你就坐得好好的，坐得好是看起来而且他坐的位置还比柯文哲高一点点的。但是谁是老大？就很清楚。那国民党现在是谁？韩什么？韩卢正，韩卢文，韩卢正。阿朱嘞？朱现在不是主席朱立伦不是对，这个才是国民党目前最大问题。那廷伟，现在看起来，我这一场直播刚就讲，原来不是确认民众党到底谁是真正的太阳，谁才是老大，连非绿阵营的老大都隐隐然被出现。刚刚讲空军就是柯文哲是这样，那更不要讲选不选新北了，就是柯文哲未来连蓝白合未来可能都要看柯文哲决定。还记得吗？2023要选2024那次，柯文哲就讲我不多。全台湾关键选区10个，我只要派人出来，国民党你就倒。那整个立法院的态势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哦。所以显然他深知此道，未来就是这个样子。我这个人情不欠他，他是派不出10个。像万华其实就第1个。OK， 但是他讲就是这样啊，他就觉得你们就选不上。10个虞美人，他也是派了，但搞不到10个虞美人。但你万华就被搞掉了。就对嘛，就搞掉了。对，那搞掉他是干嘛？对国民党好还是对民进党好？OK， 对，所以柯文哲昨天出场的时候，他穿什么衣服？深蓝的衣服。其实我有一件那种衣服，但是我平常来讲不会穿那种衣服，因为
平常我们一般来讲，我查过柯文哲过往的衣服啊，大概都是以浅色的为主。不是衬衫吗？白衬衫就深蓝色以白衬衫为主，对。但是昨天是以深蓝的衬衫为主。你觉得这个衣服颜色都有特殊含义在里头？所有政治人物要出场的时候，特别穿蓝色政治学。对，这基本上穿着颜色、打领带，那个都是一个学问哦。基本上穿着颜色、打领带，那个都是一个学问哦。所以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其实他知道自己要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在接下来看到他讲的任何言语，我觉得那一场哦，感觉是哦，这个黄国昌在跟他进行第2次面试的感觉。他就是问黄国昌说：“哎，你接下来当主席要干什么？”啊，还有他特别讲哦，我在里面买不到那个电视，因为时间的原因买不到，就是我怎么我看报纸。我看不到民众党的新闻。这党主席在干什么鬼？完全你干党主席，结果你都没有让民众党见报，都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新闻。他抱怨呢。然后再来，接下来他说接下来的话，你一说2月1号以后，等于说你这个党主席要怎么领导这个党的这个概念？我的感觉是在面试啊。然后这当中来讲的话，就感觉说我觉得黄国昌回答的不是很好。他觉得他不是很好。那委员觉得，因为他一直在讲说，你像是考试委员。不是，他有点感觉就是他是在讲说，这个以前你当过台北市长啊，我很尊崇你啊，讲的什么，我也是想干市长那种概念嘛。问题是，谁能够决定他可以去干市长？对不对？要瞧也是他要跟国民党瞧，就是我的意思说，要柯文哲跟国民党瞧，不是黄国昌跟国民党瞧。因为他是当事人啊，黄国昌是当事人他如果要选市长的话。国民党谁一定要让他，对不对？所以这一定要是柯文哲去出面做这些事情啊。好，然后你接下来看到他怎么讲郑丽文的，他说郑丽文对国民党是个冲击，这都是负面语言他从来没有在讲对，但是接下来我再看他对赖清德怎么讲，他说赖清德啊，唯一一个抱怨是什么？你把台湾搞得4分5裂，什么意思？来团结我啊！对，来团结我啊！白银的啊，我8票呢，我现在还有8票，不管怎么样，2月1号我还是8票啊。军购1.25兆的这400万美元嘛，400亿美，400万美元，对，400亿美元，400亿美元哈，就是1.25兆的，你要过。不是没有啊，黄国昌自己有讲啊，什么财划法之前呢，民众党自己拿一个版本出来，如果民进党支持他的话，那这个版本早就过了，不会过国民党的版本啊。对不起，你讲完我插播一下，对财划法，对，那卓奎第8次复议失败，因为财划法复议，又被干掉了。是啊 ，OK， 好，是啊，所以是可合作的啊。而且他讲这句话的目的，他没有在讲说这个军购不好哦，因为什么？后面是美国啊，所以他不会去刁美国啊，他在告诉你说赖清德来团结我吧。那这是喊话，喊话啊！然后他只能代表国民党蓝营的，所以穿个深蓝的衣服出现了。这个出场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以前我们帮这个阿扁或者是帮什么很多领导人来讲的话，他们要出场来讲的话，不管领带什么东西，全部都是一套的。包含以前苏贞昌出场也是一样。都那气势，手要怎么比，都要演练过的。那你现在川普、习近平他们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他不单纯他其实就是我同意大家讲的，他本身来讲就是回过头来要来拯救民众党，民众党不能萎缩掉，而民众党他的利基是因为他可以去打击国民党，然后跟民进党来做谈判，所以这些问题来讲的话，其实昨天我整个全把它看完之后，我的感受是真的阿北又回来没有错，但是呢，他的起手式来讲的话是同时歼灭了菲律宾阵营的所有其他门子，真的，我同意这个说法。所以这整个案子，柯文哲本身的案子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吗？这个案子来讲，且战且走啊，他可以再上诉啊。他就算被判刑，就算被判，你觉得一直在上诉？他至少在4年以后的事情，就是没有确定以前，他都可以讲。对，没错。可是一审被重判以后，中间选民会全部跑光，还会再上一次。会上一次。我小朋友觉得你算错也是。中间选民对阿北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多想法，他本来就没有在乎这一块，他只是未必选择民进党，也未必选择国民党。或判刑以后，小草会不会变隐藏，暂时变隐藏，这可以值得观察。OK， 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庄小，那白银最近的茶壶风暴就过去了，因为当柯文哲以后就变成他一锤定音啦。
他讲什么就讲什么了，以后都是这样。那每个人往上看的关爱眼神，应该都是柯文哲了。基本上呢，其实黄国昌除了这个对整个气势、整个状况不如柯文哲之外，其实最重要就是李友仪啊。那天看了这新闻的时候，我吃一个傻眼，我说新北市就一看不是侯友宜，竟然是李友仪，连个李友仪都摆不停。你怎么去选新北市？对李友仪这件事情，那李友仪这件事情是基本上，如果李友仪，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不管他是不是柯文哲人，因为你也把他当成是民众党发言人啊，但是这个发言人除了这次之外，从来没发过言，他没有温暖嘛，没有温暖嘛。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是对黄国昌，就算你是党主席，你后面去运作这个机制，不管你是4金钗5金钗。就是不被信任嘛，所以桃园那边也出来有意见，台中那边也可能有意见。那这里面呢，最后就是现在要跟你国民党呛虾，蓝白合，我就是要有人出来嘛，有人出来，国民党会怕嘛，会怕就怕嘛。那你看得出来，黄国昌完全没有能量。黄国昌如果这个李友仪这事情，让很多人觉得说你黄国昌没有任何的威信，这个时候乱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总要有人出面解决。黄国昌翻脸还有一个大武器，叫选策会，决定提名，但不一定要到那个地步，看起来还不用到那个地步，所以他这个从5大金钗一定提名吗？我看也再说，因为最后就是好吧，那总要有一个合适的仲裁者嘛，那谁来仲裁？那就柯黄合，他们白党又柯黄合，就是柯文哲，所以其实李友仪这件事情，不见得是李友仪自己，他真的是新人。但是你搞成这样子的时候，是黄国昌自己把最后党主席的权利都已经自己放掉了。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在未来，当柯文哲直接说郑丽文对国民党是个冲击，当然刚刚东豪有讲，已经讲得很客气了，讲冲击那个2个字，可是大家听起来这2个字眼应该不是太正面的一个描述，而这样的一个描述是同时凸显出了郑丽文主席在从10月1号开始到现在过程当中，对蓝营的一些的影响吗？另外一个程度是不是一竿子够？同时也是不是试探到对于蓝营来讲的话，一些支持者告诉大家柯文哲没有像他产生这么多的冲击，所以柯文哲中道理性，还有什么事啊？反正就是中道理性、透明、公开什么什么，是不是也拉了蓝营的很多的一些票？那在未来大家都看到2026、2028这场选举里面，2028不用讲，2028一定是两岸之间包括意识形态或什么，因为每一次总统大选，这一定是重中之重再重。可是没想到大家在讲2026会不会提早发酵，在这一局就已经会是这个样子。现在看起来的话，而这一段上公绿营是研判战争和平，我们每次在节目讲，看到所有的论述，看起来战争跟和平已经是2026，提早在2026这次大家本来讲的地方选举就已经开始发酵了。那这一次战争和平一定会是一个议题，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说啊？除了说与两岸之间的问题，赖总统谈到2027 1.25亿的军购特别条例，其实加总起来，它就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嘛。你看，国民党是怎么说1.25兆的？那民进党怎么说1.25兆的？其实你去对比的时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嘛。就是说，你是要进入准战争状态吗？民进党是要引战嘛？那民进党这边的说法是，我要有自我防卫的决心，要有厚实自己的力量，才能阻止战争。所以对1.25兆，其实就已经是不同版本的解释。不同版本的解释。1.25兆在蓝营的过程当中叫引战，就已经告诉你，就是你是要刺激要打仗吗？这一边告诉你的是，我必须要有防卫决心，提升防卫来阻止战争的发生。这已经出现2种说法。所以你光从立法院的缩影1.25兆，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战争与和平已经投射在立法院国防预算的审查的立场上面。那你再扩散出去，当然。所谓有总统投书《华盛顿邮报》，以及他亲自出来在总统府说明的状态，那你又看到了所谓的马英九啦，国民党内以前过去承认主席的说法，所以他又交织在一起。所以战争与和平，我觉得他
一直都是国内选举的一项议题，只是这个议题在什么时候它会被拉成最大，效应会影响最大，什么时候它的效应会递减。上公，如果讲战争与和平这个是蓝营要主打这个议题吗？谁要主打哪一个议题？某种程度一定是判断这个议题对我有利，所以我会主打。是蓝营要主打这个议题吗？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说，刚讲光买军备1.25兆，所有这些预算，他们就认为是引战了或什么。所以显然蓝营会觉得说，这一连串只要打和平这些，对蓝营来讲是有利。可是郑丽文的一些的发言，从11月1号开始到现在，会不会让中间选民觉得说，那某种程度会不会也太过于所谓的亲中或怎么样？当然，你说主流民意的看法，现阶段似乎好像友台也做过，被大家都不会怀疑那是绿电台的。他做出来的是超过50%支持提高军费。超过50%支持提高军费。其实战争与和平这个议题它的效应会不会在2026年的选举放到最大？我认为它的效应是不是能够效应大到影响选举？我打问号，因为战争与和平这一项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在选举中要发酵。延长兵役的事，等等，是不是要准备打仗？其实当时都谈过了，但选举，战争与和平。并不是人民选择投票的依据。如果战争与和平是依据的话，那主张和平的人选举一定不会输啊。谁都想要和平嘛，对。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在讲说1.25兆，包括我们下个年度的国防预算9400多亿，占3.32%的过程当中，现阶段总预算也被卡关。1.25兆在程序委员会也被卡关，那是用这个当依据吗？我们说中间选民你已经站好蓝，已经站好绿了，那就不用讨论。我不管你绿说什么，我一定支持蓝；我不管你蓝说什么，我一定支持。影响的是中间这一部分。那其实中间选民某种程度上，他是会比较看问题、想问题。OK。他看的只是1.25兆，还是3.32%的公务预算？他还是看你的郑丽文的态度，他还是看你傅昆萁的态度，他还是看你马英九的态度，看你整个国民党表现的态度。那你国民党表现的态度，如果是被认定为你就是亲中，你红统，所以你主党的任何军购预算里面，你都是应和中国的时候，其实一定会有好处吗？不见得有哦，不见得有哦。所以你说拿战争的恐吓论、威胁论能不能一定取得优势，未必有。我觉得，国民党的思考。过于把选民是不是简化？你过于简化，你过于简化到你认为和平就一定会打赢选战。OK， 但是你忘了，一周100艘军舰在从东海、太平洋、南海一路在那边闲逛，影响台湾的时候，你看到全世界各国都在帮台湾讲话，什么的时候？你国民党要去思考，你不是进行一个合理的审查，提出一些让社会接受，你的预算删减是因为你浪费或并不符合台湾防卫需求，你的理性如果不存在，你的审查不审查，人家会也很简单的概化，就是你到中共去了。小平。对国民党来讲，会不会出现啊？就是包括那些的论调，再加上如果这次1.25兆的预算，因为在连那个委员会都还没有付进去，所以所有这些会出现上公刚讲那么，郑丽文主席从10月1号到现在有调整你的观察有调整他的一些言谈之间的内容吗？
其实他对1.25兆没有太多的发言哈，正哈。好，我回到立法，因为立法院在审查嘛，权力在副总召身上。我这样讲哈，中间选民哦，大家会看你蓝绿怎么做。我这样讲哈，中间选民哦，大家会看你蓝绿怎么做。很多人所有的媒体的优势都在绿那边。可是我要替蓝讲一些话。1.25兆没有国内任何的讯息，不知道你要干嘛，就投书《华盛顿邮报》，那一让川普看得到的报纸，然后就对老外就投书，然后所谓的权力分立，那还要什么宪法、政权、治权，那是胡闹的。第一个，这是对那个这个立法机关的不尊重，监督机关的第一个。第二个，你应该穷其这个来说明，有机密的不谈，就是把心掏给你。你以为1.25兆是1200块啊？那是多大的钱？那是举债的钱，不该慎重一点吗？就该那么草率吗？这第二点，我讲回到预算的本质。第三什么呢？6500亿我们给人家的钱，武器没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再花的钱武器会不会来，或是我们台湾之盾会不会架好？台湾之盾我也支持。第三，现在在野党没蓝的已经给你3.3%了。3.3%已经差不多8000亿了，我们26.7兆那个 GDP 嘛，然后已经超过这个北大西洋的组织，美国差不多3，已经等于美国的水准，美国也只有3%。对，好，再多一点，我是个理性派，中华民国派的国民党，多一点我都愿意，我大概就是那个56% TVB 做民调的那个赞成的那一块，多到哪里？要说明啊，不是乱多，我们会怕，中间选民也会怕，怕什么？你知道，川普说要10%，要给他吗？川普要10%，10%什么概念？10%是我们26兆，他要2.6兆来弄国，那我们预算只有3兆，连公务员都不要发薪水，可以吗？这第一个，第二个，总统答应5%，那我们落在7-8%好不好？这我没有冤枉他吧？台湾可以搞7-8%的国防预算在 GDP 吗？那胡闹啊！那不要开玩笑，3%多到4.1、4.2，然后这个编列预算裁员多一点，然后大家共体时间把台湾之盾架起来。这样讲话是不是像我这样讲，不像人话？赖清德总统在纽时在访问那个过程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说，那他忧心的是，包括最近的国民党从领导阶级一下来，包括在军备这些上面。会出现像香港，他们讲就是那时候老共在香港叫爱国者治港，他担心的是台湾有一些人要搞所谓的爱国者治台，那意思就是说你们会不会跟老共会这样？帽子一扣嘛，郑丽文是比较和中嘛，比较亲中，这个谁都知道，对他的政见也是这样。那你今天我刚是理性探讨，用很简单几句话把它讲清楚。1.25兆跟国防的GDP 该几%？ OK， 现在我们国库的情况怎样？我们总预算是怎样？那你一句话就我是谈数字，他是谈扣帽子嘛？你就是红统，所以任何反对你都通通都去国民党。不，他玩的是这样的游戏嘛？你的节目叫面对面，是不是话该讲的清楚一点？来，我直接让你面对面来，军委，除了刚才回应那一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纽约时报》专访，他也回应这一块。他说：“中国迅速的崛起，中国国力不可同日而语，不止超过4年前黄润10年前。他不认为时间站在我们台湾这一边，所以他觉得那可能在很多的过程当中，两岸之间要和平要什么，他们的利润基础是来自这。第一个啊，1.25兆是分8年，1年只有1500亿，就算1.25兆，就算1毛不删，全部通过。”占我们国防 GDP 的2%，是2%啊，所以不是什么5%，这国民党啊根本搞不清楚。那其实，国防部已经有大概说明这1.25兆做哪些事。那按照我们正常的程序，那你要了解这1.25兆做哪些事，就是你要让他到立法院来审查嘛。他大概所有的详细，让立法委员有机会去检视它。去质询他，就像国民党不是啊，他直接把他挡掉。但是程序委员会就把他挡掉了。那你说，国民党很多立委说他不知道，你们有诚意，执政有诚意，可以再回来啊。谁说我们党一辈子？是不是？再来，他当然是这样。我跟你讲，这是互动，这是一种良性互动嘛。当年的前顶国造，
马英九挡了50、60次。马英九在演讲会选举的时候，他自己讲，他说：“你看我强不强？我把那个潜艇预算挡了50、60次。”所以国民党我认为是不能不挡了，也不敢不挡。为什么？你让他通过，共产党不高兴的是国民党敢做嘛？谁最怕台湾有一些自我防卫力量的提升，谁最不爽？这一定是中国嘛。那这样如果按照国民党自己讲的，郑丽文是中共介入选举当选的党主席，那他当然要反对国防预算了。好，就算这个不讲，那就政治现实面。郑丽文现在也讲立威了，坦白讲，因为在国民党内他知道很多人看不起他。我不知道小平怎么评价他。我帮他辩护。好，有小平是有建功，辩护视同看得起嘛。是。小平是少数对郑丽文评价很高的。少数了。也就是说，郑丽文也希望他一定希望在党内，不然他怎么领导？他垫高他的分量实力。我认为他拿国防预算开刀是必然。这个是我讲的是政治现实面。我就不讲所谓会不会受到中共的影响，但是你再反对他，这个预算都应该要照程序来，进到立法院，让立委来有机会审查，大家来讨论。你国民党可以删，你可以删除他。那像国民党就是他也不要做这种删除的动作嘛。你不要说他反对国防预算，他没有反对啊，因为他没有删除啊，他就讲一个理由什么两岸的刺激干嘛挑衅啊，所以连立法院的大门都不让他进来，这个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个很离谱啦，对不对？你要了解假设啦，你们家外面有一个土匪，整天说要打死你，那你把围墙垫高一点，你多买几个锁装在大门，你这个叫挑衅对面的土匪，这些都自我防卫武器嘛。那国民党说过去买了武器没有交付，我们在汉光演习没看到 M1A1 坦克嘛？F16V 也开始交机啊，爱国者也到台湾来了，所以他现在会开始找一些奇怪的理由。不能这样讲，6500就是没有来，6500，有些来是6500里面的少数，不能这样讲。但是有一个100%，我跟你讲，预算是看那个数字的预算。台湾大概跟美国的这种所谓军事交流，这个基本上其实是提升我们的自我防卫力量，大概是最近几年是最密切的了。那之前的美国总统为什么不做这个事？因为那时候美中是关系好的，那现在中国的霸权，所以让各国都在增加国防预算。各位，不是台湾增加国防预算了，日本也是日本增加1倍，韩国也是，菲律宾呢，印尼呢，印尼还买欧洲的战斗机，那很贵的，马来西亚呢，越南，全部大家都增加国防预算，不是只有台湾。你说台湾在挑衅中国，那照理讲，中国是亚洲最大国，应该是趋于稳定的一个力量。现在反而是因为大家怕中国，防备中国所以造成了一种军备竞赛。我认为这是中国失去这个大国的责任。但各位要了解，我们是自我防卫，你不能说你这样就挑衅小偷强盗，这合理吗？所以乌克兰也是个例子啦。乌克兰对俄罗斯可以说毕恭毕敬的，他当时废除自我的武器，他把所有的核子武器交出来，然后签那个4方条约，俄罗斯是签约者之一呢。也就是说，乌克兰以后的国防要这几个国家一起保护它呢。有没有签合约？有啊，这个合约可以保障一个国家的安全吗？共产党不是跟国民党也签了合约？所以我认为我们当然不去主动挑衅这个中共了，我们当然更不可能打中共，但台湾维持必要的自我防卫力量，这当然是需要的嘛。我认为国民党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让这笔国防预算审查，有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那这笔1.25兆买的东西对于台湾的需求等等相关问题合不合理，这样才对嘛。廷辉，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当然你说老共的武力确实跟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但是到郑丽文主席接受纽时访问的时候，时间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嘛？现在看起来，因为这几天有一个美国智库的一个民调，大家长期来都会讨论，如果真的台海有什么状况的时候，老美到底会不会来帮忙？会帮到什么程度？甚或会不会出兵？讲白了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些所有这些，在这次不管是智库的民调或什么，他看得出来未来的一些趋势吗？这个时间不站在我们这边哈，这一句话其实我从开始读国际关系以来哈，你听了大概20多年了。那永远时间不会站在我们这边哦，就很奇怪。那到底什么时候时间才会站在我们这边呢？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今天中国刚好就分崩离析，刚好是瓦解掉了，那时间不就站在我们这边了吗？所以今天来讲的话，那习近平如果今天如果身体状况不好，然后突然间明天暴毙了，然后这个整个中国乱七八糟了，那不就时间站在我们这边了吗？所以时间站在哪一边不是你说了算的，不是你来认定的，是整个国际局势来认定的。所以我意思说，郑丽文当然他要跟国际媒体跟美国这边去说明说啊，他国民党不是这样子，他不就是完全这样？但问题是说，今天不是只有战争和平问题，今天大家害怕的是你国民党执政之后有没有可能把台湾整个带到跟中国统一在一起？你今天去问民众说，你要不要跟中国统一在一起？你觉得哪一个人大概支持？大概只有10个里面只有1个而已啊。对不对？普遍的民众来讲的话，大概就是说啊，我过我的，他过他的，关键在这里啊。那你今天我过我的，他过他的，我今天来讲的话，我就是因为安全上有问题，所以我多买一些保全，买一些这个相应的自卫的武器。那这有哪里有错？没有错啊。那今天拉帮结派来搞，你看日本就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高市早苗在日本内部他会受到尊敬？因为他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不是变来变去的。那郑丽文主席，如果说你以前是支持台独的，你后来你跟李永时讲说你发现到这条路不能走了，那你觉得其他的这些都是笨蛋吗？其他走这条路都是笨蛋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自己要搞清楚，他今天来讲已经把立场转过来了，他不要哪一天又转回来。今天如果这个中国分崩离析的话，今天乱七八糟的话，你要不要再转回来？就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就是他自己本身的价值理念，那你一开始想好嘛？你一开始就站在本来的国民党这个立场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我们其实共产党也都是这样子，都是比较尊敬那一种立场从头到尾完全一致的。他最讨厌那种中间的叛变，然后转来转去的。你要转来转去的话，我就把你送到战场上去了，当炮灰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以为说台湾今天假设跟他真的投降，或是跟他和谈来讲的话，他不会想尽办法来搞你吗？今天你看到香港他在搞什么？香港就是要洗人口，所以他搞的这个北部的这个地方来讲，做一个开发区，然后才有那劣质的产品进到香港去，再火烧这些大楼。所以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统治术跟他的统治方法，我们台湾不见得喜欢他的做法。当然你喜欢你就去那边住 ，OK， 没有人阻挡你。但是台湾本身来讲的话，你要守住的话，你还非得靠这些东西不可啊。美国如果真的有台海有事，美国会出兵吗？因为台湾跟美国利益挂在一起了，台湾跟日本利益挂在一起。高市早苗讲那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不是前提要件，不是说，不是随便去出兵的哦。他前提要件是说，因为台湾海峡，台湾被封锁，就经卷封锁。所以日本就有存亡危机，所以下一步他要做什么？他是有步骤的。OK， 所以当台湾的整体的战略价值跟美国不只是有晶片而已哦，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层面，只是大家没有看到而已啊。如果这个情况跟美国这个国家利益挂在一起的话，它不是他出兵的问题啊，不是我们叫他出兵的问题，是全世界一起来出兵的问题了。现在我跟你讲，这1-2年来，我参加国际会议的当中啊，我真的深刻感受到台湾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现在大家都在关心台湾，都在讨论台湾，所有的事情都在讨论台湾。那台湾要做给大家看嘛？你做给大家看是什么东西？就是说我有自己想要防卫自己的那种意志嘛。OK， 人家才会来帮你嘛。小平，美国真的会像刚刚田会长的态度吗？那你就签那个美日安保啊，美日安保纳入台湾啊。美约都不让你过境，世界卫生组织连观察员都不是，不要想太多好不好？然后好，今天我跟你讲，川普也是坏，这个当然这个坏到是难以预测，因为别人都是一个政治养成出来当州长、参议员当中，这个商人砰跳出来还选上了，还选败了，又选上了，算他厉害。好，我们谢谢高市啊，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我多希望我们半夜能够听到台湾有事，美国有事，日本对我们帮助，可是护不了台湾嘛。美国护得了台湾，跟美国为什么要护你？你现在有什么保证？签了什么条约？美日安保纳进来嘛，重新签一个
比这个台湾关系法更强的那个，也不必强到中美防御条约。那时候我们还有邦交嘛，可不可以？不，重点我们要得到保障。OK， 得到保障，我们国防预算提高一点都可以，因为既然签约了，我们就多一点，可不能多到。我们可以不能多到像汉武帝打匈奴打到文景之治的所有的存粮都花光了，国库空虚。你知道预算是很多部的，也不是只有国防部，就是我们还是回到国家竞争力，然后国防预算多一点。就我们也不是只压美国，也谢谢美国，我们跟老公也是展开谈判。你知道老百姓走在我们政客前面，老百姓10%是喜欢习近平，但对不起哦。70%不喜欢他，但也有70%希望强化武力，还愿意还要跟老共能够谈，而不是那么决绝，非要去搞了一边一国。还愿意还要跟老共能够谈，而不是那么决绝，非要去搞了一边一国。然后刚那个郡县。这个讲了说啊，这个我们不要惹隔壁的强盗是老共，我这句话我同意，但你也不要动不动啊，那你就我们把门双锁铁窗，这是对的，这国防预算增加。那这个叫那你们的定义是这个叫挑衅强盗？可是很多是浮动相对的，美国跟我们怎么样结盟？好，那你也不必喊说，我跟你讲，你不要来我家蔡进的一边一国，我跟你讲，我跟他看报的，你也不必喊看报的嘛，你不必惹人家嘛，你惹他干嘛？你惹他是因为恨他，而不是因为你要寻求和平。这是赖清德的心病嘛？这是台湾最危险的地方嘛？你们有没有想过？但正好你刚才在节目前面讲说，那个柯文哲那一个直播盖了好多东西，甚或连卢秀燕，因为卢秀燕市长几乎当市长以后，他几乎不谈国政的东西，他在电视镜头前面出现几乎都是市政，那台中市政啊，所有这些。他这次是接受联合报的专访的时候，谈的都是国政。所以有人说这是2028的起手式，但是碰到一个直播，你觉得那就一个直播就把所有东西全部都盖光了。可是因为卢市长在那边有直接谈到第4次政党轮替，你觉得他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喊这些？因为第4次政党轮替，如果就中央来讲，民党他在讲说民党执政10年够久了，够了嘛，马上就有人在脸书上留言说，那台中也要第4次政党轮替，因为卢秀燕刚好是第3次啊，张文英嘛。然后国民党嘛，然后然后到胡志强，然后林佳龙第2次，然后又就变成卢秀燕，然后下一个嘞，所以第4次政党轮替这个是下标题，你下这个标题就是你的起手式。这卢秀燕很衰啊，你知道昨天哦，他在那个联合报的头版头上面就批评南部枪声很多，批评你内政没搞好嘛。两岸没有搞好嘛，弊案很多嘛，就是建立所谓第4次政党轮替的正当性嘛，就是我国民党会才可以改变这些嘛，民进党脱离民意嘛，弊案那么多，治安也不好，两岸也不好，结果昨天台中市有一个案子起诉，有一个人在双十节那一天，拿了一支改造手枪冲到台中市的一个游泳池，他开枪了。游泳池里面有青少年，有教练，他对了一个教练开枪，那因为改造手枪他卡弹，没有击发。这个事情大家没有印象，那个时候第一时间说网络上在质疑什么，这个案子为什么没有新闻？办案的那个台中市几分局想说，我有发新闻，新闻我发了，没有见报不是我的事。他觉得怎么可能？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没有新闻，他那个没有新闻不是指报纸有没有登哦，是你在网络上搜寻不到。就这种事情，你在批评民进党没有意见，可是你批评的同时，怎么会撞到这种事情？质疑的不是那个，你要知道，在批评治安的时候，可是我没想到卢秀燕的起手式，除了在下午的时候遇到这个新闻，在晚上就撞到柯文哲跟黄国昌的直播。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咔嚓一声，很妙，因为这两个人合体，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一定很强，一定很强啊！小草一定出来看啊，像我们一定会看的，为什么？我要知道你黄国昌跟柯文哲你们讲什么啊？所以那5.5万
很多人，有各种不同的成分，但是主体我相信是小草。当然，好，这一盖下去，卢秀燕整个气势就没了。你怎么办呢？国民党起手式，起手式，国民党现在只剩下一个人呢，韩国瑜，还有韩国瑜，当然是靠他。韩国瑜有一个优点，你知道吗？没有人光头像他头型那么好看，真的啊！我还没注意过，我还没注意到，因为你知道光头。听过鹅蛋，你没听过鹅蛋头？知道他头的很漂亮，那个男生鹅蛋那个头啊，就是男生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秃头嘛。所以韩国瑜为什么能够在政治上还可以存活到现在？你让他讲话觉得很好笑，当然讨厌他的很讨厌。谢谢他的头型是吧？对啊。哦 ，OK。马上说他可以直播带货啊，卖皮夹克啊。OK。好，可是他只告诉你一件事情，就不管你喜不喜欢，韩国瑜是一个还存在的商品。我直接用商品的角度讲。你柯文哲有没有难关？有啊，3月的一审宣判啊，那是他的难关啊。可是柯文哲是不是一个有市场竞争力的商品？是。他就是。这跟你喜不喜欢他，你相不相信他一点的关系都没有。我只是讲说他在这个市场他还活着。OK。那卢秀燕呢？好，来，接下来这几件事情，中华民国是个法治的国家，法律跟政治之间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关系？俊宪委员，可不可以请问一下，立法院助理费除罪化，现在进度是复委啦，就是国民党要硬干啦，他就会交给委员会，直接交给委员会去审查。你看这个国民党让这种案子进到立法院来审查，国防预算他把它挡在立法院门外，不过这个案子因为过去确实有很多民代牵扯到这种助理费。但国民党这个版本几乎就是完全不管，完全放任，就整笔钱就给这个民代，你要不要请助理是你的事，那这笔钱你要怎么用，就完全不管了，法律没有任何的限制，也不必核销。哇，这个我认为有社会观感问题。第二个，我们看看立法院助理工会的反应，立法院的助理们他们自己有组一个工会，他们强烈反对啊。那第一个，那以后立委就不会受现在限制啊，不是立委哦，议员也一样。他没有说你助理要请几位，他一个都不请。第二个可以不请，所以钱都给他，可以不请，可以不请助理。助理费从现在的钱汇到助理的户头，都到再回到老板那边，而且请不请都可以。而且因为他免核销，早年是都在市议员都在市议员的户头里去给助理，可是免核销陈玉珍的陈玉珍的版本还有林思迷，对，他们的版本都是重点在免核销，而且他不受科目的限制，就是一笔钱直接给一个民代。好，那现有的规范是这样，你民代必须要请几位助理，要有最低嘛，好，大概可以请几位，然后你申请哪些助理，你当然要申报。那助理的薪水是国家直接给他，好像立法院的助理，是立法院直接拨给这个助理。是啊。好，那以后没有这样了，以后就全部给立委。可是俊委，这个是大家关心的是往后一个，还有一个这个法案，这个所谓的除罪化的法案，会不会有前面被判刑的，然后再打官司的，因为助理费案，然后再打官司的民代受不受既往，会不会因此被除罪？在法律上你内行，那当然就会。大家就在关心这个，受不受既往，这一句话也还没有审判确定的。对，只要还没确定的。对 ，OK， 所以这个案子基本上，因为你不是微调，你是整个把它完全的改掉了。那以后立委就没有所谓必须要申请助理的。就是犯罪以后，只要修完法律以后就没犯罪。可以问一下，这样子一个立委不请助理，一年可以拿多少钱？三公可以拿多少钱？7548496元。哇！我想要你要去选立委了吗？不是，选举要花钱，
我就想，我们可以加入哪个政党可以进不分区？哦，不分区我可以不要请立委，不用选举啊。当然，立委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助理费用哦。我还没有加助理的健康保险，我说助理的薪水还没有加健康保险、康乐活动什么还没有算哦，还没有算哦。像林俊这种要选的，你要花钱当然不分区不用啊。不分区，民进党目前的规定，不分区必须把它的那我不要参加民进党。对，可是上公这整件事，我跟你讲，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不是说，除非现在法律规范的让大家模糊不清，要不然的话，不是说如果涉及到法律的问题，犯了罪以后，修完法以后，然后就除罪化以后就没事了。后面才会出现刚俊轩委员讲的，原来一个立委，那当然我相信大部分人还会请，可是我不请你也拿我莫可奈何，我就一年就是这么多的薪水，这么多的钱，是这样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就告诉你，我每个月会给你一笔钱去请员工，请助理，那叫助理费嘛。然后他跟你说，哎，我不用请。助理费我摆在口袋里，我自己来。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就告诉你，我每个月会给你一笔钱去请员工，请助理。那叫助理费嘛。然后他跟你说，哎，我不用请，助理费我摆在口袋里，我自己来，我自己收了，统筹，不用没有。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为助理跟立委的关系，其实立委是雇主，他是雇主哦，只不过薪资是从立法院预算由国家的钱去支付，而且以前的支付是直接拨付到助理的户头，那你现在统筹的话，就变成这一笔钱，我加总，包括健康检查费什么什么事，全部加总，一次汇到立委户头，然后立委分。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照陈玉珍这样的算法，那请问你健保费谁要付？劳保费谁要付？我没有助理，干嘛要付？不是，你统筹用啊，我可以请3个啊。我也可以不请啊，你也可以不请啊，但你也可以请3个，那请3个以后，我不用报，我不用怎么样？那请问一下，助理费、那个劳保费、健保费谁要缴？我请我配偶啊。爸，你讲的那个都废话了，然后你真的是很无聊至极。我在讲，如果你请3个，你的劳保费、健保费，你再跟我讲请不请的问题，你无聊嘛，对不对？还是你雇主要出啊？那雇主不是健保费、劳保费是。负担是立法院负担，你负担一部分，我负担一部分嘛。那请问你，我立法院该负担多少？你没有报给我，我不知道就不用。我只能讲一句白一点的话：守法有这么难吗？你要不要对着镜头喊？对啊，我说守法有这么难吗？民间公司。老板花钱他都还有制度，你1个月多少钱？你的年终奖金多少钱？到你立法院以后，就搞不清楚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事，而且有没有除罪化？有没有让一些现在已经涉及的？我不知道。因为很简单一件事，就是说它的实施条款，就施行日期，施行日期，他说打圈圈，中华民国圈几年几月通过的法案，于民国几年几月几日。都打圈圈，那我不知道啊，因为那一个条款里面呢，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其实它实施条款里面有前半段是因为它有修过条文以后，它有说第七届什么时候实施，对吧？然后它后面那个条款是圈。好，那其实这个案子很容易让你想到113年的案子，会计法。对，2013年会计法，他们当初是用会计法把政府机关、各级机关、各级民意代表除罪化是直接定到
还有那个大学研究会，对，他是直接定到会计法。那个不一样啦，没有一样。你看马英九那个案子，不是，开钱无代志，记者来关。没有，那个伪造文书，那个又另外一回事啊，那个司法的问题啦，余文啊，那是司法的问题。会计法当时不是也过了吗？而且会计法是明文追溯哦，它是直接写到法律条文里面哦。民国90几年以前的怎么样不罚？民国90几年以前，然后缴回不罚等等哦，它是明定哦，社会哗然。当初不就是也是一个立委的案子被放到最大吗？好，那接下来大家就要看那这个助理费助理费的这个法案。未来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被判刑的实质受贿或怎么样？因为对所有人来讲的话，上公刚那句话，对守法真的有这么难吗？或是犯了法以后，真的能够修了法以后就当没事吗？廷辉，另外一个，我讲法律跟政治之间的关系，阿扁如果真的在电视台主持节目，当然哦，这个他这不是给赖清德找麻烦吗？其实大家都想帮赖清德，不是吗？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会帮倒忙，你知道吗？但这他其实也是不堪寂寞吧？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种想要去表现的这种希望，这样子有一个平台嘛。那从这个广播电台已经，我觉得社会有一个容忍度已经到可以了嘛。对啊。那你现在还要到电视台的话，我觉得当然电视台它本身可能也有一些某些需求，为了要打广告或者是有一些蹭声量。他这不是给赖清德找麻烦吗？其实大家都想帮赖清德，不是吗？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会帮倒忙，你知道吗？但这他其实也是不堪寂寞吧？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种想要去表现的这种希望，这样子有一个平台嘛。那从这个广播电台已经，我觉得社会有一个容忍度已经到可以了嘛。对啊。那你现在还要到电视台的话，我觉得当然电视台它本身可能也有一些某些需求，为了要打广告或者是有一些蹭声量，但是因为毕竟来讲，台湾它已经民主化已经那么的成熟了，已经往前走那么久了，所以大概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当然有时候会有戏剧上的张力。当初保外就会时候不是有那个中间有那个5个原则吗？对，但是我觉得啦就是说他可能也撑不了多久了那如果真的要做的话也撑不了多久了，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台湾现在的大环境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嘛。那因为历史一定会把一些政治人物扫到那个历史灰烬当中嘛但是呢，大家是往前走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这个气象出现了。但我讲的非常保守了，你讲的很保守，保守历史灰烬都出来了，还叫保守？他讲很保守，他没有直接讲什么，但意思大家都听得懂。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因为我觉得本身来讲的话，那个基本上对社会上的观感是怎么样，可能要考虑一下，否则来讲的话，可能会有反效果出现。上下法律不能碰到政治以后，就一点辙都没有了吧？基本上呢，现在我们不就如此嘛，对不对？刚刚讲的柯文哲，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柯文哲现在重新出来，如果一审被重判10年以上，马上就是蓝白之间，你们要不要修法？修法，废掉贪污治罪条例，对呀，不是废掉那个排黑条款，总统副总统那个，对，总统。所以现在台湾直接把贪污治罪条例废掉，不是更单纯？对啊，一劳永逸啊，干嘛那么麻烦？就废掉杀人罪算了。刚刚那个助理的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不会什么健保啊，什么拿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严宽恒和高虹安，会有这样的连结嘛？那所以其实后面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台湾真正最大麻烦，就是疏离。其实真正现在出来的是疏离。你现在不管怎么去讲，国民党加民众党现在小于民进党。可是还有3成人，不见了，3成人是不表态了。现在其实台湾真正的问题，就你们一直讲中间选民，我跟你讲，到现在为止，我开始怀疑中间选民真的会站出来吗？或者是搞成这样子，他就干脆完全不表态，就是一个低投票率，他也许不投票啊，就一个不投票了嘛，一个低投票率嘛。所以台湾你刚刚讲说政治和法律，就是现在就是基本教义派一样。我上次为什么特别要提到59.68？那是2022年。6都的投票率，直辖市长66个多重要啊！结果投票率只有不到6成，那是为什么？其实一般不讲知识分子嘛，
中间选民吗？不是在都会区最多吗？台湾现在70%的人住在都会区吗？不投票。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其实真正问题已经不是政治和法律的问题，而是台湾这样一个民主国家疏离的问题，恐怕会越来越严重。来，小编最后30秒，阿扁这个事。阿扁不甘寂寞嘛，显然也是对赖清德的反扑嘛，他就吃定了。我这样，他该不该抓回去？当然该。赖清德有没有权利？有，但不敢。我在试水温呢，我这样讲，我先开个直播讲讲，那看反应好不好？那再看看你赖的赖还是软弱，我再强硬一点。今天不止他嘛，包括鹰派啊各方面，就是他的问题是个性比较决绝啦，然后反正就看起来团结率都有困难嘛。然后他的 DNA 就是对抗。然后反正你说的他是谁？他是赖清德，阿罗对。我想每个行事作风他是比较不柔软的政治人物，蔡英文柔软一点了。OK， 未来刚才所讲到的这些事情，在国内不只是政坛，在一般民间会是什么样一些的看法，那至关重要。当然，你说对国人来讲的话，未来尤其是两岸之间意识形态的这些问题，在2026、2028到底会怎么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